嗨，大家好，用新闻学中文，欢迎来到 Real Time Mandarin。这里是一个通过中国新闻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语言学习频道。每周我们会分享一个新闻，并带你学习5个好用自然的表达，帮助你像母语者一样讨论各种话题。你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免费下载本周5个词汇的词汇包，包括词语的解释、例句等等，保存起来，随时复习。本周我们来聊聊世界杯。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本期话题聊到的和足球有关的词汇，我会帮大家列一个词汇表放在视频的最后。2026年这个炎热的夏天，世界杯开始了，48个国家参赛，但是没有中国。我们在中国叫中国足球队国足。那国足啊，上次踢进世界杯我还很小，20几年过去了，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还是选不出10几个能踢球的人，真的是。不过呀，本次世界杯你处处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广告牌上有中国的赞助商，球迷们手里拿的东西，世界杯的周边很多都是中国生产的。球场里面的 AI、VR 系统也有中国科技的影子。所以呢，在中国互联网上有句话非常火，说除了国足啊，中国能送去世界杯的都送去了。这句话听起来是一句玩笑，是一句讽刺，但也充满了无奈。那球迷们没有中国队可看，就只能关注本次世界杯上唯一的中国人马宁啊，他是一名裁判。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台下的观众有人举着中国国旗，那很多人看完了都懵了，说啊，这比赛也没有中国队，为什么有中国国旗？后来发现那场比赛的裁判应该是马宁，大家也开玩笑说马宁和拉布布是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唯一首发。所以呀，马宁也成了很多中国球迷的一种精神寄托啊，毕竟看不到国足嘛。那他也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又火了一把，接到了很多商业广告啊等等。那马宁是谁呢？我们简单讲一讲。马宁出生于1979年，他以前的时候在一所中国的大学做体育老师，然后在学校的支持下，他去参加了中国足协，也就是中国足球协会举办的一个裁判培训班。他还是很有天赋的，然后也学得很好。当时呢，就以第1名的成绩结束了这个培训，并且成为了一名国家级裁判。在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赛场上执裁，这个就是执行裁判的工作或者任务。他就这样一步步吹到了中超啊，中超是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然后从2011年开始，他开始走向了世界舞台。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他也参加了，只不过不是主裁判。直到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他成为了一名主裁判。因为他在赛场上很有原则，只看规则不看人啊，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普通球员，他都是该发牌的时候就发牌。所以呢，很多球迷也亲切地称他为卡牌大师。当然，马宁这一路走来，肯定也有很多的困难和坎坷，也算是10年磨一剑。这个让大家激动的同时，也让大家思索，为什么一个普通人靠着自己20多年的努力，都能走上世界杯的舞台，但是我们的国足却不行呢？这背后是中国足球多年以来的老问题。
用一个成语说叫积重难返，很难一下子解决。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学习5个词，可以讨论这个话题。一、缺席。缺就是缺少，席是席位座位。但我们用席位的时候，通常是很正式的场合，比如说美国国会有500多个席位。那缺席就是你本来应该在某一个场合出现，但是没有出现。那比如今年中国队就又一次缺席了世界杯，又一次，又一次。用在其他的场景里，我们可以说，他因为生病缺席了本次会议。那缺席可以用在日常的开会呀、上课呀这样的场景中，也可以用在一些更大、更抽象的意思里面。比如，如果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长期缺席，这对孩子来说是很不好的。或者，这部电影讲了一个社会中公平一直缺席会造成什么后果。2、死磕。这是一个口语很口语。死不是真的死它是一种程度。在中文我们经常用死来形容一个程度，比如热死了饿死了，困死了，跪死了。那磕呢是一个动词，比如说给我磕个头磕头。对，或者我刚才不小心磕到了手。那死磕就是说你做一件事一直努力，你不放弃。比如为了考上这所大学，他死磕了数学3年，终于成功了。所以你可以说和什么什么死磕，比如和数学死磕，或者死磕什么什么，死磕数学都可以。更多的例子，比如我死磕了中文声调半年，现在终于听起来不像外国人了。那新闻里我们说的马宁就是死磕裁判这条路，死磕了20多年，终于站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3、讽刺。那这个词就比较简单了，就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批评或者嘲笑。中国人也很喜欢讽刺这种表达方式，我们也会自讽。当然了，自讽这个词会比较书面一点，所以如果你想说自己讽刺自己，我们一般会说自嘲就是自己嘲笑自己。那讽刺它是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它也是一个词，我们可以用在句子里。首先呢，它做表达方式的时候，比如我们说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唯一首发是拉布布和马宁，这就是一种讽刺的表达方式，因为世界杯的首发应该是球员，对吗？我们又没有球员，只有拉布布和马宁。那当讽刺做一个词的时候，首先它可以是一个动词，比如他讽刺了那些只吹牛不干活的人。讽刺也可以是一个形容词，比如中国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去世界杯了，除了国足，这太讽刺了。4、无欲则刚这是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来自于《论语》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说过什么话的一本书在中国文化里有很重要的地位。那无欲则刚，欲就是欲望，刚是强硬的、坚强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欲望，他就会更坚定、更坚持原则，或者坚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容易被其他的人或事引导或者影响。比如他不想升官，也不想赚钱，所以在体制内过得很轻松，真是无欲则刚或者他这个人很正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无欲则刚，所以很敢说真话。
5. 10年磨一剑。这句话呢出自一首诗，这句诗的原句是10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剑的时候是要磨的，对吧？所以呢，他花10年的时间磨了一把剑出来，然后这把剑这是一把剑，这把剑的剑刃看起来像冰霜一样闪意思就是磨得很好嘛但双刃未曾试，看起来像冰霜一样闪，可是还没有用过，没有尝试过。所以10年磨一剑的意思就是说，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训练，积累了强大的实力。比如这位导演10年磨一剑，终于拍出了一部震惊世界的电影。或者这个团队10年磨一剑，终于研发出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当然了，这里我们说的10年它不一定就是10年，它可以更长或者短一些，只是形容你长时间的努力。那新闻里的马宁，他就不仅是10年磨一剑了，在裁判的这条路上，他努力了20几年，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20年磨一剑。好的，那最后呢，我们用今天学的5个词来总结一下这个新闻。2026年世界杯，中国队又一次缺席。中国队的唯一首发是拉布布和马宁，这听起来很讽刺。马宁靠着20多年跟裁判这条路死磕，赛场上的他坚持原则，无欲则刚，才走到了今天，可以算得上是10年磨一剑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新闻和全部内容。喜欢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到 realtimemandarin.com 上发现更多高质量的中文学习内容。我是 Snow， 我们下次见。